在德国年薪10万欧，可能比拿5万欧的人更焦虑，更没有安全感。你以为自己跨入了精英阶层？先等等，在德国这台庞大的社会机器里，最惨的不是穷人，当然也不是富人，而是年薪6位数的你。今天小雨要带你沉浸式体验针对高薪打工人的4个连环剧。看完这期视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赚的越多，反而越绝望。当你经过5、6轮扒皮一样的残酷面试，终于拿到 offer 的那一刻，看着合同上的6位数年薪，你觉得自己是妥妥的德国精英阶层了。你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搞消费升级，你甚至觉得自己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富人的大门。先醒一醒啊！你看工资单的时候，普土税前那个数字就像是加了10级美颜滤镜的网恋对象，美到爆。等你看到 netto 税后的那一瞬间，就是网恋奔现，心直接凉透。根据普华永道德国的数据，在德国2025年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一旦超过68430欧，你的边际税率就一脚踹开了42%的恐怖大门。你以为自己已经跨入了富人行列，真正的富人年收入至少277826欧元起步，但人家封顶也就交45%的富人税。你跟真富豪的税率只差了3个百分点，但收入却差了10万8千里。德国税法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成功让你用中产的工资享受到了富豪级别的缴税体验。我们来看点硬核的宏观数据。经合组织2025年工薪税收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德国单身无娃的打工人的税歇在2024年高达 47.9%， 这意味着雇主为你付出的总用工成本里有将近一半直接被国家机器拿走了。德国这套庞大的社会福利系统从来不是靠真正的富豪撑起来的，这台福利机器完美依赖的是你们这群工作稳定、工资极度透明、每个月被自动扣款、合法避税空间小得可怜的高薪打工人。为什么政府非要逮着你薅？是因为贪心吗？ No。 2009年德国把所谓的债务刹车直接写进了宪法。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宪法直接没收了这个国家的信用卡。当这个国家遇到钱不够花的时候，它在法律上不被允许去贷款，大量发国债，不能靠借钱来填坑。但问题是，家里的开支还在天天暴涨，比如德国50后、60后群体正在大规模退休，养老金、医保的资金缺口每年都在扩大。那政府搞钱的唯一方法就只剩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去搞现金收入，也就是收税。那这笔巨大的现金流，找谁去收最稳妥、最快捷呢？找真富豪，他们的财富是公司股权、海外资产，人家请得起顶尖律师和税务师，能通过复杂的公司架构合法避税，随时可以把钱转去开曼群岛。国家去薅他们，不仅薅不到，还容易把资本吓跑。找底层穷人，他们本来就在领各种福利金过日子，身上根本榨不出什么油水来。算盘打了一圈，国家机器一扭头，全社会只有一种人是完美的人体提款机，那就是拿着高薪的中产打工人。你年薪到了高位，每个月的银行流水非常好看。德国信用评分机构说法的分数接近满分，银行信贷经理看到你满脸对笑。你觉得在慕尼黑、斯图加特买套房就是拥有了抵御一切通胀风险的终极铠甲。不管德国经济怎么波动，买房就等于买下了人生下半场的确定性。根据刚发布的 Eurostat 2024年的数据，德国自有住房人口比例只有 47.2%， 是欧盟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对很多拿着高薪的中产来说，买房却是一种执念。你觉得在慕尼黑或者周边买下一套房，不仅是不用再看房东脸色，更是你在德国完成了阶层跃升、彻底扎根的心理认证。银行批款的那一刻，你感觉自己赢了，但那份贷款合同才是你被收割的开始。你以为你花80万欧元买下来的是未来的安全感，但在这个局里，你真正做的是把你家庭未来20-30年所有能用来应急、能用来抗风险的活钱，全部冻结进了一堆毫无弹性的钢筋水泥里。很多人严重低估了在德国买房财务掉血的速度。首先是交易摩擦成本 Kaufnebenkosten， 在德国买房，房产交易税Grunderwerbsteuer 各州不同，最高能到 6.5%， 公证费及土地登记费大概是 2%， 中介费 Maklerprovision 通常是 3.57%。 这意味着你连新家大门的钥匙都还没有摸到，就已经有8到1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直接作为纯成本原地蒸发了。这个是你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2-3年纯税后积蓄。告别了超低利率时代后，德国央行 Bundesbank白纸黑字写着的高昂房贷利率，每个月都在精准切割你的现金流。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是悬在二手房房主头顶上的德国建筑能源法 GEG， 也就是媒体常说的供暖法。这不是说你哪一天早上一睁眼，政府就派人冲进来逼你立刻换热泵，这就像开盲盒，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触发。几万欧元的账单可能说来就来。最可怕的是，
当你背上几十年高息房贷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人生最大的一张底牌——失业自由。在没买房之前，你遇到脑残老板，还敢直接摔门走人，领几个月失业金思考人生，找下一个更好的主。但现在呢，你不敢辞职，不敢创业，甚至不敢轻易搬去另一个城市，寻找薪资更高的机会。不管刮风下雨，每月银行后台都会准时冷冰冰地划走你的钱。从你在公证处签字画押的那一秒起，你的人生就不属于你了，你被你的工资单彻底绑架了。你以为买房买来了安全感，其实你只是用几十年的现金流换来了一种对工资极度的依赖。在这个全球动荡的经济周期里，你拿着高薪坐在慕尼黑或者斯图加特大厂办公室的人体工学椅上，你以为你在公司干了8年，脑子里装满了最核心的底层代码和业务逻辑，你就是不可替代的。看着公司全员大会 PPT 上闪耀着转型、重组、AI 驱动这些词，你跟着周围的老外同事一起热烈鼓掌，以为说的是公司的美好未来，以为自己就是这张宏伟蓝图里的大功臣。为了保住这份能还房贷的高薪，你开始主动接烂摊子，加班，忍气吞声。你相信德国百年大厂的终身雇佣神话，试图用比别人更多的产出和更长的加班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天真的以为只要我够专业、够隐忍，就能换来一块裁员名单上的免死金牌。但现实很快就能教会你做人。现在的德国工业巨头们正在经历惨烈的断臂求生。VW 不仅要关闭本土工厂，还要在2030年前去掉超过28000个岗位。Bosch 汽车部门正在疯狂削减22000个岗位。就连软件巨头 SAP， 他们也在2024年直接打着 AI 的旗号重组了大约8000个岗位。你可能觉得就算裁员也轮不到我啊！你以为大厂裁员是按谁平时产出最低、谁代码写的最烂来淘汰的吗？你根本没看透解雇保护法 Kündigungsschutzgesetz 到底在保护谁？德国劳资关系里有个极其奇葩的裁员机制，叫社会选择 Sozialauswahl。 当公司因为经济原因必须大裁员时，法律规定不能看绩效，必须看一套积分系统。怎么积分呢？看你的年龄，在公司的工龄，有没有残疾，有没有老婆孩子要养，这就很黑色幽默了。你一个35岁技术顶尖，拿着10万欧元高薪，单身或者双职工无娃的高级打工人，你的被裁优先级远远高于隔壁工位那个50岁技术早就过时，但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的本地老员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愤怒，凭什么？难道德国法律就只保护弱势群体，惩罚我们这些努力产出的人吗？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这根本不是什么同情心泛滥，这是国家在算一笔极其冷血的经济账。你想想，如果把那个50岁拖家带口的老员工裁了，他一旦长期失业，国家就得掏出高昂的失业金、养老金和医疗补贴，很有可能要把他一直养到退休。这对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来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成本极其高昂。而你呢，35岁单身狗，硬核技术在手，把你扔到马路上，市场需要你，你大概率不出6个月就能满血复活，重新入职，继续给国家交税供血，让你走，对国家的福利体系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写在1951年的这条法律毫不犹豫地选择放你走。写这套规则的人比你更早更冷静地算清楚了这笔账。在裁员名单上，你的高薪和高产出根本不是护城河，它是你脑门上最亮最显眼的一张优先优化的成本标签。看透了这一层，你再回味以前现在满天飞的 AI 焦虑，其实整个产业的根本问题哪里是什么 AI 产生意识来抢饭碗呢？ AI 只是大厂进行结构性裁员最完美的工具，是拿去糊弄股东的完美借口。你细品一下，最近你们公司全员大会的 PPT 是不是悄悄换词儿了？以前的大饼叫做数字化，现在的词叫做 AI 驱动。你以为老板这是在拥抱科技的未来？别天真了，老板脑子里真正在盘算的是一笔平替账，怎么把你这个死贵的10万欧元年薪资深员工拆解成一份几十欧的 AI 订阅费，加几个便宜的海外外包团队，再配上2个便宜好用不怎么费钱的新人。为了彻底躲开这把悬在头顶的社会选择屠刀，为了真正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里，你顿悟了，不行，我不能只干活，我得往上爬，我得进管理层。但这恰恰是你迈入的整个德国职场最深也是最隐蔽的一个大坑。你打开新闻，看到德国经济部天天发报告喊着缺专业人才，官方的 Make It in Germany 平台每天都在疯狂向海外招手。你看着这满屏的利好数据，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错觉，不管你是画机械图纸做动力研发的，做金融风控和财务报表滴水不漏的，搞跨国供应链能把成本压到极致的，还是写底层代码永远不出 bug 的，你只要以为自己硬核专业技术在手，只要业务能力全组第一，就能在这片缺人才的土地上大杀四方，一路平步青云，坐上大厂核心管理层的位子。你深信专业即正义，
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超级计算机，在办公室里疯狂输出。你觉得自己是团队里无可替代的香饽饽，幻想着按部就班的从 senior 熬到 lead， 再顺理成章的晋升为 director。于是周五晚上8点，你还红着眼睛坐在电脑前，为了下周一的重要汇报，苦哈哈的核对最后一份复杂的财务报表，打磨极其繁琐的供应商合同，或者重构业务线的核心代码。你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为公司创造核心价值。而你的部门经理呢？人家下午4点就拎着包回家喝啤酒了。你心里肯定骂过他摸鱼，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这2个礼拜端着咖啡到处溜达到底是在干嘛。他一直在跟难缠的工会理论，在跟法务部扯皮，在跟财务部拍桌子。就在刚才你死磕业务细节的时候，他硬生生帮你们团队抢到了明年的几百万预算，保住了你们的人员编制，甚至保住了这个项目不被高层一刀砍掉。这就引出了德国大企业里最残酷的降维打击。你解决的是这块具体业务能不能完美落地的底层执行问题，他决定的是你们这个部门明年还有没有资格存在的生死问题。你手里攥着的是干活的执行权，他手里捏着的是分钱和招人的分配权。你的专业能力只是决定了你能不能留在牌桌上，而他的影响力才决定了你们能分走桌上的多少筹码。你当然不服气，凭什么我不能走管理路线？于是你开始观察那些 manager 每天都在干嘛，你也学着在周会上多发几次言，争取带2-3个实习生。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条路上横着一堵你根本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墙。我见过一些在德国跌打滚爬了7-8年的华人精英，他们专业越来越牛，做到了顶级技术专家或者核心研发骨干，年薪确实突破了10万甚至11万欧元。他们深信只要我业务能力天下第一，公司就必须给我实权。于是把业余所有精力都砸在各种行业认证、云架构证书、项目管理资质、AI 工具和专业培训上。但当他们真正摸到那层天花板时，现实会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如果专业技术真的这么值钱，那为什么很多拿着10万欧元年薪的 senior 专家还在天天死盯着项目细节做执行，而上面发号施令的 director 可能已经10年没有亲自做过一线业务了？不信你去翻翻那些跨国巨头的高管 JD， 里面要的是什么？是 leadership、stakeholder management、cross-functional leadership。 你在里面几乎看不到精通动力学设计、精通 Python 或者精通财务建模这类词。当你埋头苦干8年，还在做一线的高级执行官，而你旁边那个连具体业务细节都搞不明白，但能游刃有余的在闭门会议里协调各方利益的本地同事，已经升到了 director 时，你居然还在深夜反思是不是自己的业务做得不够完美吗？在德国的组织文化里，专家路线和管理路线根本就是2套平行的游戏规则。越往上走，德国企业买的根本不是你的专业能力，而是你婉转组织的能力和信任度。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专家路线并不一定比管理路线穷。很多大厂和机构里，一个资深架构师、高级精算师、核心研发专家或者资深采购经理，年薪也能达到11万欧，和中层的 manager 差不了太多。但问题是，钱差不多，但权力天差地别。manager 手里捏着预算审批权，有你的年终绩效评价权，有发 offer 的话语权。你作为专家路线上的高薪干将，看起来收入光鲜，但扒开这层皮，你依然只是一把造价很昂贵，但随时可以被拧下来的高级螺丝钉。德国就业研究所 ERB 的数据说得很直白，管理岗里的外籍员工比例远远低于技术和业务岗。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歧视啊，但说句扎心的实话，这不一定是有人故意针对你，而是在这套系统天然更信任自己人，谁更懂本地规则，谁更会在闭门会议里周旋，谁更能跟工会、财务和高层打交道，谁就更容易做到分钱的位置上。这些东西不是你专业不够强，更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来德国的时间还不够长，你的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故还没有跟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所以你永远卡在执行层的高位。资本用6位数的年薪买断了你产出最高、最能拼命的青春，但那扇通往资源分配权的大门很难为你敞开。你以为自己缺的只是一次升职加薪，其实你缺的是这个名利场里轮不到你的定价权。很多人误以为拿到了高薪的入场券就拥有了全世界，却不知道干活的人永远赢不过分钱的人。看透了这4个局，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4个孤立的陷阱，而是一套设计得非常完美的社会连环套。国家的信用卡被宪法彻底冻结了，不准借钱；60后大爷大妈正在批量排队退休；养老池子眼看就要见顶；
德国这台庞大的福利机器，每年的账单都在像黑洞一样封着，深不见底。在这套玩法里，根本不需要什么躲在幕后用阴谋算计你的大反派 BOSS， 它只需要你非常听话，收入极度透明，税款每个月被准时自动扣划，背着几十年的巨额房贷被牢牢定在原地，哪里也去不了。专业技术再强，也只能被死死摁在干活的工位上，永远拿不到分钱的权利。不想辛辛苦苦拿命换来的高薪，最后稀里糊涂的替别人买了单。不想每天只顾着低头干活，连人家怎么改了游戏规则都不知道，那就常来我的频道看看。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